我分您1/3。你这么说，我更不能干了。那成什么了啊？我这过来人欺负你这后辈，压榨你啊？不，没有。大侠哥啊，不是这您必须得帮我。我想想啊。但我有一点担心啊，这不是很律师的案子吗？对吧？那把他的案子转到外边去，他能愿意吗？所以这事儿不还得靠硕哥帮我保密吗？放心。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没问题。那行，那哥，我先撤，你先忙。拜拜吧。喂，于老师啊，您那边怎么样了？哦，我们这也没送到呢。那您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夏律师，真的对不住，你看都是为了我。不是，我就是想不明白了，这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人呢？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孩子，在我们家出事以前，他不是这样的。夏律师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歇着，我自己去找他们。宋阿姨，我这开着车都追不上他，您一个人怎么找呀？没事，我想想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他现在不是还愿意接您电话吗？您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您现在有一笔钱了，说不定为了这钱他愿意借您呢。骗人，这不好吧？他们当初骗您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好不好呢？那咱们也不能跟他们比烂，不是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官司就没法打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夏律师，我就是这么想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您听我的，您现在就给他打一电话，您告诉他说这钱不着急还了，就说有个亲戚留了笔遗产给你，这好吗？您就听我的吧，给我打一个。哥，咱这躲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你赶紧出你的牌吧。是，咋办？到。啊。喂，巧慧。妈，您干啥呀？啊？您说，我这借您钱呢，又没说不还您钱，是不是啊？你这把我逼得都没法过日子了。您真是希望您亲闺女死了之后，您这心里才舒服吗？啊？巧慧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不过，现在好了，你先不用着急还我了啊。不用还钱了。是这样，我现在有钱了，你不用着急还。啊？你哪来的钱呀？是我过去的一个亲戚，叫舅舅的，他死了，他没有孩子，他把遗产留给我了。妈，那舅爷爷给的钱够给我干爹看病吗？也没有多少。但我和叔叔2个人养老够了，就先说这么多了啊。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事情，啊，挂了啊，秋慧。呀，骗人，缺德吗？这是。哎呀，宋阿姨，他要是不贪您这笔钱，您也骗不着他。哎，你问问那个舅爷爷给留了多少钱啊？我现在问合适吗？我。你现在不问，什么时候问呢？啊，你天天跟这躲着，你还没躲够啊？行，行了。这，喂，乔慧，啊，你说你看这段日子吧，你这围追堵截的，咱们娘俩的这个感情都淡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我特别想您。您在哪儿呢？我去看看您呗。我现在出来买点东西。很快就回家了，那这样行吗，妈？您就把你那个具体的地址告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您去。一会儿见哈，妈。你说说，这
孩子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宋阿姨没空伤感了，咱快走吧，上车，上车。阿叔，哥，我抱一个，我才不抱呢！抱，这心太过了，想死我了！你说你这一走，我这心里边空落落的，好像失恋了。咱俩这关系不能有啥问题吧？全都是问题。所以啊，不能没事就去找你，我怕一见你呢，我就心生邪念。怎么的？到人家梁城所啊，还没追上罗英子，不行就回来。回来，咱俩继续搭档，我接着你。好马不吃回头草呢。再说，虽然我现在没追上罗英子啊，但是他跟梁城所的关系呢变得势不两立，我跟他终于有了打对头的机会，非赢得不可。你们两个呀，这一物降一物。说吧，这么急找我出了什么事儿？给你介绍一个案子啊，离婚案。你别可怜我啊！你别觉得你离开了，我就非得打这些离婚的官司，不能够。不是普通的案子啊，有这个的，要不能找你们。看着，俩人刚因为债务纠纷被起诉了。哼，真离假离？你那么聪明，你懂呢？我不懂。按真的打。哎呀，行吧，我就按真的打，钱我就按真的收，默契。宋阿姨，一会儿他来了，您千万要拖住他，然后我把这传票塞给他。我们这样子骗人不好吧？宋阿姨，你就听我的，这传票不给他，我们开不了庭，啊。好，来了。在这儿等着我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法院的同志也真是的，怎么给我妈租了这么个地儿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妈，妈，你看什么呢，妈？你不是一个人呐？妈，你过来接我一趟呗！你看，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！宋阿姨。往前上，往前。妈，这才多长时间呀？你跟闺女就生分了，啊？何小慧，你的传票。快走！快走！你有理上法院处理去！走，你躲着做什么？来。怎么有这种人啊？我回来啦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没接，我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。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跟别人谈事儿呢，那手机静音没听见。哎，你吃饭了吗？要不给你热热去？哦，不用忙，我不吃。怎么了？给我打电话？没啥事儿，就是咱妈又来电话了，还是想咱回家办个那个酒席。哦。不过我跟我妈解释完了。我说你最近比较忙，刚开律所，然后我说过一段时间再说。谢谢圈圈。你喝。哎，就是你跟罗律师，你俩这么年轻出来开律所，有案子接吗？万事开头难，肯定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嘛，它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你要相信我，你要对我有信心啊。我对你可有信心了。不过你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一声，万一我要能帮上你呢？法律上面的事情，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呀。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，帮不上什么忙啊。哎呀，他们都知道我老婆是个律师，一直都找我爸，想把他们的法律事务交给你来做。啊？你可别小看咱老家的这些企业啊，看这个，国家百强。这
不太好吧？这有啥不好的呀？爸是县委书记，那这些企业肯定愿意拿这些事情跟爸套近乎呀。可毕竟有利益输送之嫌，我怕将来给爸惹麻烦。咱是正常代理，正常收费，咱又问心无愧，怕什么麻烦呀？哎呀，你就是想太多了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啊。邱律师，您这突然大驾光临，我事先呀也没备什么好茶，您看，你就将就一下吧。啊，谢谢吴总，您不用这么客气。我这次来，听说贵公司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业务，想要寻找律师，是这样吧？是有这么回事。我们公司啊一直在找律师，希望能做公司常年的法律顾问。您看，您来的真是时候。您这么大的公司没有聘请常法吗？有是有，这不到期了吗？总之啊，以我公司所有的法律事务，都委托邱律师了。吴总，您都没问一下我们律所的情况，也没有做任何的考察，您就要一下子把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我吗？您说这话，这不是打我吴某人的脸吗？您是张书记介绍来的，我们自然信任您。我呀，还怕您嫌弃我们公司呢。那个吴总，您可能误会了。我这次来跟我公公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不是他介绍我来的。所以还希望您能够按照正常的流程，认真考虑以后再做决定。没必要这么麻烦。我在公司啊，这点权利还是有的。只要您肯代理我们公司的法律事务、律师费还有顾问费这块，您大可放心。要不1年200万200万啊！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这价格可以再谈嘛。要不这样吧，您说个数就行了。只是，邱律师，咱老家阳湖南边那块地，您能不能费心和张书记请示一下，就把那块地就批给咱们公司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吴总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秋华，大案子砸脑袋上了，赶紧回来吧啊！什么案子啊？你赶紧回来，我告诉你，挂了。先这样，拜拜。吴总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有一个案子需要我马上过去。另外我们这个律所刚刚成立，经验啊各方面的都尚显不足，实在没有办法胜任贵公司的工作，真是对不起。耽误您宝贵时间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。不是，邱律师，邱律师，您得考虑考虑啊。喂，你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，什么案子啊？夏叔呢？夏叔陪宋阿姨去法院了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许监社重新犯罪加脱逃，面临着再次审判，然后他就通过看守所联系我，希望咱们俩当他的辩护律师。真的假的？接不接？接呀！其实这一直就是咱俩的案子啊。哎呀，但是许监社是个危险人物，危险也接。英子，其实我有一个感受一直没跟你交流过。当初咱俩把许监社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，后来被马丽丽设计把咱俩换了，你什么感受？我能有什么感受？就好像自己含辛茹苦的一把屎一把尿养一孩子，眼看着就要长大成人了，被人横插一刀给我给夺走了。其实许监社重判无期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像自己败了一样，严重的挫败感。你还有挫败感呢？你也没告诉我，我还以为只有我自己有。大姐了，我也是个人，好不好？说起来，许监社是被马丽丽算计的，但我总觉得是败在了我们的手里。这下好了，
咱们有弥补的机会啦。协议我都弄好了。哦，咱去看守所会见许监社。走。许监社，在里面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吃得下，睡得着。是你自己要求让我们做你的辩护律师，对吧？是。好，那先把代理协议签了吧。好。你可以先看一看，没问题就签了吧。不用看了，直接签。等等，代理费您再看看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你们，还能接受我的委托。您这次犯的事，自己心里也明白，在服刑期间逃脱已经是犯罪，逃脱之后再次犯罪，这些都是对您量刑很不利的事实，而且您已经是无期了，所以这一次您很有可能面临的是死刑。我早就想到了。罗律师，邱律师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啊，我对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。但这次上法庭，我想接受一个公正的审判，也能让我死得心服口服，所以我才找你们二位来。哦，对了，我在外面还有些财产，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亲人了，所以我想拿出我全部的财产给你们二位当代理费，也算是我辜负了你们，冤枉了你们的一点抱歉和补偿吧。许监社，其实当时您的前妻玛丽丽为了把您送进去，换掉我们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。我们当时太年轻了，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白他真正的用意，最后输在他手里，导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。但是现在这个案子又回到我们手里了，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至于代理费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我们也商量过了，15万，您可以吗？15万？啊，是这样，我外面呢有个远房表姐代理我的财产，我马上向管教申请，让他们通知我表姐，一笔大给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咱们的案子又回来喽。更奇妙的是，咱们还有钱赚了。这钱本来就是我们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怎么说来着？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就别那么操心。咱未来还能赚更多的钱呢。哎呦，我看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子。哎，跟你说一正经的，这现在是不是对咱们律所有点信心了？那之前注册的时候没钱，现在有钱了，出点血吧，姐姐，入点股吧。我这还没捂热呢，就要往外套我的钱。你捂吧捂吧啊！我送你一花盆，你最好能种上，看你能不能越长越多。我考虑考虑。行，您考虑吧。哎，我待会儿请你吃大餐吧。这几天啊，咱俩吃这面条吃的我都快吐了。正好夏叔不在，我单独请你，我买单。那行，我得好好宰你一顿。哟，他是不是在我身上安监听了？喂，怎么了？喂，罗姐，怎么办呀？不是什么怎么办呀？法院要公告送达，宋阿姨不愿意，正坐在法院里难过呢。行吧，你在那儿待着吧，我们马上过去啊。挂了。说这宋阿姨在法院门口哭呢，咱俩赶紧走一趟吧。又开启当妈模式了，宰你一顿真难。咱就别跟一小孩子一般计较啦，走吧。我来了。
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世上有何小慧这样的奇葩，明明就在，但是就让我们找不到。法院等不及了，说要公告送达。宋阿姨呢？宋阿姨，宋阿姨，律师，律师，哎，好好好，那你陪宋阿姨坐下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我这个当事人啊，他这个案子确实是不能公告送达，一公告您也了解，这起码3个月内都开不了庭。他这财产全都被被告人以借的名义骗走了，生活上无以为继。他爱人还得了癌症，你说这种情况下，这不是要他命吗？他一个老人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法院现在没有办法送达。你们这边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准确有效的送达方式。那法院也是有程序期限上的压力的。现在与其这样满城打游击，那还不如公告送达。算上公告期60天，最多3个月就能开庭。这我们也都清楚。哎，就是这时间上不等人吧，还等着这钱救命。行吧，那我了解，谢谢您啊。律师，哎，我真的等不了3个月这么久的，要等这么久，我先生肯定就没命了。是，宋阿姨，别着急，我们的情况我们都了解，都清楚。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办法，秋华，要不然你先带宋阿姨回咱们所里等，小叔你留一下啊。第一天当律师啊，就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。那怎么办呀？这你不是知道他的代理人是老韩吗？送到他那儿就送老韩手里呗，让老韩代收啊。那传票呢？在我包里呢。行，你跟我走一趟，咱们去找老韩。好，走。小孙，韩律师在吗？我们预约了吗？您没预约，给韩主任打电话。罗律师，你不是不知道规矩，见律师是要预约的，你这样不好。罗律师，现在是办公时间，你这样我也很难办。就说我不在啊。韩主任，没干住。没事儿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哎呦，什么风把罗律师给刮来了？还有夏律师。韩律师去哪儿啊？我哪儿也不去啊，我能去。天气那么好，我想去看看。你们2位找我啊？啊，对，小王去弄2杯茶。那咱们里面说吧。不必了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这？不是我们，是您当事人的传票。代理协议有一条是代收法律文书的，您不会忘了吧？那麻烦您代转一下哈。哎，不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我已经好长时间接不到案子了。英子，你一定是念及咱们师徒之情，给我介绍案子来了。谢谢。只要居间费不高，我一定考虑。你明明就接了何巧慧的案子，装什么呢？证据呢？合同呢？咱们都是搞法律的，没有证据的事儿，不要乱说。你怎么不认账呢？韩志通，你能别装了吗？我当事人什么情况你了解？他现在60多岁了，所有财产都被你当事人给骗光了，老公是癌症，还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钱呢。而你作为一个人类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还帮着你当事人出损招、拖时间。你是打算拖死一个是一个是吧？这种缺了大德的阴招，也就你能想得出来。罗律师，我听说你有个外号叫罗正义是吧？果然名不虚传。但是，想要主持正义，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。哎，陈律师，哎，来，请你来一下啊！只讲正义，没有方法治不了恶人。我在这儿，韩律师。我知道你们都是老朋友了，是吧？麻烦您给这2位扫法盲。罗律，夏律，就算韩律师跟你们说的委托人签了代理协议，可是授权委托书和公函没有交到法院，就没法证明韩律师他是代理人。
况且我也没签什么协议啊。没错。这么玩是吧，韩志同？你放心，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平安熬到开庭那一天的。我会让他看到我怎么帮他把你的当事人剥夺得一干二净，而你等着瞧。慢走，不送。走了，不送。一丘之貉。啊，一丘之貉，同志。看什么看？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韩律师，可以的啊，什么招都会，什么人都能对付。行，得嘞，拜拜。嗯。哎，收。好，那我马上上来。能的呀，跑到我那儿指手画脚，就感觉他是一个正义天使一样。我立刻义正辞严地告诉他，想主持正义，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。3下2下就给他打懵了，临走的时候气急败坏的，还把陈硕打了一顿。这个案子的情况，我大致也了解了一下，明显是你的当事人不占理，将来在法庭上必输无疑啊。老这么拖下去啊，真不是办法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让你的当事人跟对方好好的谈判一下，也许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家会做一些让步，兴许还一部分就 OK 了嘛。明明走正常程序，说不定我们能全保住，为什么要先让步？这些钱不是他们向对方当事人借的吗？你怎么能全保住呢？你知道对方多大岁数吗？太缺德了，老韩！你们想把对方当事人给熬死啊？哎，你这么做真的是我没想到。你最好劝你的当事人，赶紧承担起还款的义务啊，哪怕还一部分。方律师，我代理的是何巧慧，我必须维护何巧慧的利益。至于对方当事人，那不是罗英子应该维护的。哎，老韩，你不要把事情搞砸了啊！他们连法庭都上不了。方瑞，这不就咱俩人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，你就直接说就行了啊，别甩甩大大的。陈律师，你不觉得韩律师这样做有点不太合适吗？哪儿不合适？刚才你也听到了，对方当事人都那么惨了，那韩律师。反正我是觉得，作为律师来讲，你不能只有职业道德，你多少得有点人性吧。要不说我特别烦这个职业。真的，我看着我心里就是过不去。哎，陈律师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说您是对方委托人，对面碰到韩律师这种，你怎么办？很简单嘛。你就直接去法院告诉立案的法官说，韩律师就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就行，很简单。他刚刚不是说他还没签代理协议吗？哎呦，不是方瑞啊，这韩主任是个什么人？你应该比我清楚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个没见兔子就把鹰撒了的人吗？有道理。可，哎，就算他签了代理协议，您不是也没证据能证明他吗？真把我给问住了，这事儿。哎，算了，不想了。我也没接这案子，我操这心干嘛呀？是不是？浪费脑细胞。我出去见个客户啊。
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，到时候帮我收拾一下办公室就行。还有啊，这些都是我看过的文件，基本没什么用，你帮我筛一下，没用的碎纸机给我碎了啊。行，没问题。浴室，这里。你是没看到老韩那副嘴脸，我能想象得到。他死都不承认他代理了何小慧，还扯上什么正义了？哼，我真想往他那胖脸上揍2拳。还有那个陈硕，也跟着瞎起哄。对方代理律师不是老韩吗？你骂陈硕干嘛呀？为虎作伥者更坏。是。哎，那怎么办呀？现在只能公告送达了。不行，宋阿姨这边我给帮忙了，我先输入她。您在输入密码前，确认周边环境是否安全。去完客户请注意，保管好个人财物，提高警惕，留意附近可疑人员，防止抢劫案件发生。没事，哎，宋阿姨，或许只能公告了。哦，不过您别担心哈，我们呢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的。我这儿呢有1万块钱，您和李先生先拿去用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再要你们的钱了。而且今天啊，之前来了一个人，给了1万块。谁呀？是个男的，他说是什么基金会的，说是知道我们家生活非常困难，所以就给送来了，说是补助。哦，您是不是之前在什么基金会上登记过咨询补助之类的？没有啊。那就奇怪了。嗨，那算了，他既然给着，咱就用着呗。我这1万你也拿着，就别跟我客气了啊！现在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。那真是太谢谢您了，陆律师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那就什么都别说了啊，进去吧。哎，我走了啊，谢谢。哎，法官同志您好，您好，我是良辰律师事务所的，这个是何小慧的这个借贷案的代理材料。何小慧案子，哎呀，这样的费了我们好大功夫。我看这委托书上的日期，接受委托这么久了，一直送达不到，也不联系法院，忽然要交代理手续，怎么想的？正好，你先把送达回证给我签了。哎，法官同志，我就是个助理跑腿的，这是我们所的韩律师代理的案子，这个我真签不了。你这样，您有什么事儿您跟韩律师联系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太过分了，这叫故意恶意拖延诉讼程序。这真没有。我跟我们领导反映一下情况。不是，法官同志，您门外等着。哎，不是，法官同志，等着。那夏叔是不是你呀？你联系了什么资助的基金会吧？没有，不是我。哎，我是不是真可以帮宋阿姨去联系一下？可以试试。哎，我在想，会不会是陈硕呀？他真要是他的话，那肯定他也没安什么好心。不可能。那我装上了啊，谢谢喽。真假，这拿着。
你好，先生，一共是637，您看一眼账单。好，好的，谢谢客官。我这计划好吧？啊，你等着瞧好吧。你这个姑娘真累，赔了钱赚了骂，啊，还拉了仇恨。我一点都不累，我开心着呢，哥。你把这官司打好了，弟弟我什么都有啊。你就放心吧，约周大民了，明天我俩见面，都约好了啊。这么有效率吗？嗨，你说我那个拿着，花了钱了就得拿上。薛律师，哎，梁，来，这是何女士啊，然后周先生，好，您好，来，坐，哎，好嘞。小田为你这事儿真上心啊，跟我说了好几次。我现在也不怎么接这种离婚析产的业务。这最主要，薛律师啊，能力强，这经验丰富，这案子除了您介绍给别人，我不放心。过去啊。我看还行，行不行的，听听再说啊。薛律师，哎，我们在网上呢找到了一些您代理过的案子，我们这一看吧，这大案子还真不少，而且这胜诉率也挺高的，还行。看到这个呢，我们也算是吃了半颗定心丸了。那个，就是这些案子，这都是您代理过的吧？互联网都是透明的呀，这玩意儿我能作假吗？是。再说你们俩今天来，不就想吃人那半颗定心丸吗？是，没错。就是我们有一点看不明白啊。为什么您所有的案子的主办人除了您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叫陈硕的？陈硕啊，是我的一个助理。哦，小陈儿，你认识啊？是啊，这是。那为什么就是他的名字啊，这总在您的前面呢？有些人呢喜欢打头，有些人喜欢压轴。我年长他几岁，多给他一些机会，是不是应该的？哦，是不是？是，应该。你别说，这个小陈的业务能力啊也非常好。这不巧，刚去良城所，哎，你们要找他，我帮你联系一下。别，薛律师，那个良城所的律师就算了啊，这太不靠谱了，太坑人了，这。哎呀，不是那个田律师除外，田律师啊，田律师除外。那聊聊你们这事儿。我们这一躲啊，就躲了这么多天，生意也没法做，这不能一直这样躲着吧？所以，睡了？没有。也听明白了。你们二位呢，就是想通过离婚来规避财产风险，进行债务切割，是吧？对，田律师给我们出的这个招，薛律师您看行不行？薛律师啊，我们真不是故意离婚躲债啊，关键就是这个老太太吧，她太不尊重人。不用跟我说这些啊，你们既然委托我如果接受你们的委托，帮你们想办法就行，别的我不关心。这薛律师啊，这一看就是一个明白人，专业啊，专业，专业。这个去年高法对婚姻法的第24条有一个补充规定，你们知道吗？24那个我之前说过。田律师大概跟我们说过啊，说过。以前呀，这个规定呢，在司法实践上呢是有一定争议的，就是说有些夫妻利用这个规定来逃避共同的债务，也有一些呢，就是夫妻一方呢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背上了巨额的债务，所以说这个的补充规定就是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。你们两个想通过简单的离婚来逃避共同的债务，这点呢，压根儿行不通。我听说你们两个是交往了很久才结婚，是吧？对。那现在是有一家文化传媒公司，这是在婚前注册的。哎，对，是婚前。那你们俩怎么主要业务是放贷呢？你们有金融资质吗？是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啊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公司是有执照的。执照不是文化传媒公司吗？就是借给认识的朋友，帮朋友那个救急，顺带吃点利息。你们用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做的是金融业务，然后这个利息呢还远远超过了法律的规定。
薛律师，我们不是也得吃口饭吗？不是，理解啊。那法定代表人谁？是我，但是那个很多事情都是大明在做。那我看那营业执照上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？我的不就是我媳妇儿的吗？公司落他名下，这也就算是给他做个保障。啊，这个借款谁借的？婚前还是婚后？是我借的，大部分都是在婚前。那么经营这个公司的经营所得，是不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？通俗点就是说，这个公司赚的钱是不是你们2个人在花？哦，其实薛律师，我们公司真的也没挣什么钱。那个钱都是我媳妇儿管着，我也不管钱啊。那我得跟2位重申一点啊，这个法律上是这么界定的，就是婚前的财产和债务自然是归个人享有和承担，婚后的呢，以共同为原则，以个人为例外。例外就是指超出了家庭正常生活所需，而且呢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生产经营的那部分。因为我们这个算不算例外啊？那你们俩要是离婚了，把这个财产分配了啊，原告呢就无权向周先生你申请没有用于家庭正常生活的那部分债务。也就是说，你保住了你的钱，对方还难以执行。那关键是。现在咱们如何合理合法的巧妙分配财产？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，它不曾提起。天空。